那所以有几个部分哈，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哈。那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位赛斯家族，就是洪志清律师，好，那他本身的学经历其实都是非常的相当不错比如说洪志清律师他是台大法律研究所毕业的然后是政大的法学博士肄业他没有念完政大的法学博士肄业那是台大法律研究所台大法律硕士。好，那我们今年就正式聘他来当我们基金会的这个顾问律师，来我们鼓掌一下。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样，像我们今天的主题，赛斯带我们走出生命的困境。举例来讲比如说像许医师有结婚，但是没有小孩。那如果按照法律，假设我比我太太先往生，大家知道许医师的财产会怎么分配吗？兄弟姐妹1/2，我太太1/2。来，可是重点就来了。好，按照每个家庭的不同，如果你们在许医师的状况，或是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要分给你的兄弟姐妹1/2吗？来，要还是不要？大声说。好，你们可能有人要，有人不要，对不对？但是现在重点不是你要或不要，重点是法律规定你不要也得要。这样懂了没有？所以重点今天不是你们要不要，是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法律规定它就是要，再不行也有特留份。这样明白许医师的比喻？我现在就要讲重点。那这就是法律的问题了。所以现在内政部正在修法，但什么时候法会修改不知道。但是现在重点就是你个人是没有选择权的，就像这位同学一样。好，那许医师的答案是我不要，就是我可以去帮助我的兄弟姐妹，可是法律怎么可以勉强我一定要给他1/2？那尤其是当你们有一些家庭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兄弟姐妹如果并没有对你很好，甚至曾经落井下石过的，你怎么会想给他1/2？而且不是你想，是法律规定你一定要给他1/2。来，公不公平？大声说。对。好，所以当然法律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修改，这时候许医师就会需要什么？一个专属律师。那我们现在基金会聘请的就是洪志清律师，许医师就要有一个专属律师，在我往生前，我就要开始什么？预立遗嘱，我要跟他讨论，我要付一定合理的费用给他。那这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赛斯家族，所以至少我个人我是信任他不会骗人的，不会收不合理的费用。因为我也跟洪律师讲过，你要收合理的费用，你必须要收合理的费用。这样才是显现他的专业。各位，没有钱的不用花钱的最贵，像结婚有没有？不要钱的最贵，各位记得比如说假设你先生外遇，各位最害怕遇到什么？不要钱的。不要钱的就是全部都要的意思。好，所以我就跟洪志清律师说，我说麻烦你收一定的费用，那如果赛斯家族麻烦再给个优惠或折扣就可以了。合理的费用再给个优惠跟折扣，但是你一定要做出物超所值的品质。所以许医师未来我就会找他了，我今年虚岁59岁嘛在我60岁的时候我就会找他开始做这件事。我就会跟他讨论各种可能性，以便在我如果我太太比我早往生，当然就没问题，全部都是我的，
好，各位，所以一定要活得越老越健康这个英雄比气长。好，如果我太太比我早往生那当然她也不会希望她的兄弟姐妹拿走1/2，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也不会让这件事发生。那再来，如果我比他早往生，刚讲现在的法律规定是我必须1/2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这件事我不接受不是我的兄弟姐妹对我不好，而是我觉得本来每个人就要靠自己努力呀。而且在许医师这么多年的努力当中，当然他们也对我好，可是并没有好到我觉得我要给他1/2。那你说给他们的小孩，那更不用了。当舅舅的从小到大对他们的照顾已经够多了，多到比我自己的舅舅给我的多10倍、跟100倍、1000倍以上了。我觉得已经够了。所以如果是我先往生，当然1/2给我太太，那没有问题。另外，我属于我自己的1/2，我目前的评估是至少95% 到99% 以上，我会捐给社会，当然是我们基金会为首选。许医师的部分属于我的那个2/2，是我的部分100%啦，几乎100%，将近100%。我会捐给社会。那当然是我们基金会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为首选。各位，因为很简单，我没有人可以给不然我要给谁？我没有人可以给但是各位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希望各位你们比照办理不要害怕但是当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留个1/10，留个20/1给社会，我觉得不为过吧？各位，那如果留给社会这一部分，来我讲个笑话，有时候宁愿留给社会，也不要留给政府吧。因为留给社会，我还可以指定；留给政府，我实在不知道花到哪里去。如果花到一些logo 买武器自我保护其实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买武器是把大家往战争的边缘推，那其实大家是不赞成的。各位懂我意思吗？买武器自我保护、自我防卫，我觉得 OK。可是买武器的背后，如果是把全台湾往战争的边缘推，对不起，这个买武器只是让我们更危险。各位，这个买武器是让我们更危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界定，不是不能买武器，自我防卫是对的，是好的，没有错。可是如果整个的背后是往战争的边缘推，没有人喜欢战争那个可以拉下来没关系，自己拉。所以对我的部分来讲，我会觉得，与其交给政府，我不知道政府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做，我宁愿在我的意思之下，捐给我认同的团体，捐给我认为有在为社会做事，有在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希望我能做主，而不是我不能做主。所以这就是我刚讲的，我们聘的这个洪志清律师作为我们基金会的一个特约律师，来鼓掌一下。那当许医师在讲这些东西的，其实我跟各位讲，其实我有一种骄傲，因为如果以佛家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来轮回转世，轮回转世到后来赛斯讲，我们讲轮回，因为最近在上诗人课的时候，赛斯讲轮回转世有一些规则，各位有一些规则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律的概念。可是因果律其实佛法讲了2、3千年已经都讲错了，是扭曲的赛斯讲在轮回的规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叫来念一遍，
在轮回的游戏规则当中，有债必还。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债的概念。这个债的概念不是欠债，不是业障。这个债的概念是什么？是挑战，是功课。来，各位，我问你，你上学不交功课，老师会不会追你？会不会追？来，那个在念书的追得很凶哈。来，你们分组，要上台报告，要交报告。来，你没有写作业，同学会不会追你？来，你学期末了，要毕业了，学分没有过，学务处、教务处会不会追你？这样各位知道了吗？这个债就是什么？功课。啊，所以不是你们讲的什么杀人放火哈，那个债的意思，但是其实那也是一种类比的概念，那也是功课，那也是什么挑战。好，先回到刚才，所以对我来讲，当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小孩，而我离开，我能够把我自己几乎大部分的全都还给社会，来，许是有一种什么骄傲，安怎什么意思？来，对不起，我讲个粗话哈，林家的爸爸不欠你了，林爸不欠你呀啦，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把在地球所有我过去累生累世的转世怎么样？来，当然我不是说留给自己的孩子不对，可是你的孩子有一天还是得还啊，来，是不是？某部分你把钱留给他，某部分你有没有把债留给他？来，懂我在说什么吗？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不反对各位把钱都留给你的小孩，因为这是华人特有的习俗。但是我只各位提醒一件事，请问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请问有没有把债也给他？耶，这个债包含了你累生累世你跟这个世界众生的关系。你跟众生的关系，来，当然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传统里面，来有没有那种爷爷奶奶不分给女儿，但是要把财产分给孙子的那种爷爷奶奶？有，而且可能还不少。好，各位，我也不反对这件事，但是我同时提醒你，把钱留给他，你有没有把债也留给他？因为这个债是你在面对这个社会，你的所有的转世当中，你从这个社会所获得这个财富的时候所产生的所有的因果。所以我如果把钱给他，我把因果给他了没有？给他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富二代、富三代不一定很好的地方，因为你把钱给他，你也把因果给他了。来，佛家讲什么？了断因果。这样各位知道徐师为什么觉得很骄傲了吗？好，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有些爷爷奶奶会把钱留给孙子，那女儿可能没有。好，那就我们只有产生一个问题了，1/4大于1/2。来，女儿不是1/2吗？来自爸爸妈妈的1/2嘛，对不对？那孙子不是1/4吗？因为再加上媳妇的血统啊，所以1/2什么？小于1/4，就是女儿不如孙子。我是你跟妈妈生的，可是我不如孙子。来，各位，第一个，1/2有小于1/4吗？没有，女儿怎么会不如孙子呢？再来，在父母亲的老化往生的过程当中，是儿子、媳妇、女儿付出多，还是孙子付出多？来，各位仔细听，在爸爸妈妈年老、出国旅游、医院接送，是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付出多，还是孙子付出多？大声说，儿女、媳妇跟女婿，没错哈。再来，
在你的父母亲累积这些财产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参与贡献的是儿子、女儿、女婿、媳妇多还是孙子多？大声说。可以，你可以把钱留给你的孙子，但是你也把因果留给他了，懂我在说什么吗？对于爷爷奶奶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孙子有付出吗？来，个别情况个别考虑，我没有一网打尽。那请问儿子、女儿有没有付出？有。为什么？因为当年爸爸妈妈在赚钱的时候，哥哥有没有帮忙照顾妹妹？姐姐有没有帮忙照顾弟弟？有没有？他们对这个家是有奉献的。凭什么女儿没有，孙子有？各位，我知道人的心是偏的，你会不会偏到外面，变体外心肺循环机是？所以以后骂人不要说你的良心在哪里，你就问你要骂他什么？你是体外心肺循环机是？你是体外心肺循环机吗？来讲一遍。白话就是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好了，这是笑话。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偏的，你也不要偏的那么离谱吧。来，刚刚许医师讲的每一条道理哪里是错的？女儿不如孙子吗？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对父母亲年老的照顾比孙子少吗？在爷爷奶奶累积这一世的财富的过程当中，儿子、女儿、女婿、媳妇的付出比孙子少吗？各位，有些孙子什么都没有付出，对，你把钱给了他，你也把什么再跟因果给了他。来，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刚刚徐医师讲我没有小孩，所以当我刚才跟各位讲那些话，我有一种什么两清啊，就是林家的爸爸有一天离开地球的时候，林北安诺不欠天不欠地，不欠地球，不欠众生。各位啊，鼓掌就大声点没关系呀。啊，那各位就问我，那走这一生干嘛？啊，那时候我妈妈往生前就问我，啊，你赚钱要干嘛？买房子要干嘛？买车子要干嘛？以后又没有人可以留。啊，恁别送啊，别再要。啊，无要安怎？各位听懂了吗？啊，恁别送啊。我妈往生前却在那边亏我啊。啊，你赚钱没用啊？你赚钱干什么？啊，你买房子干什么？你买车子干什么？你没人可以留啊。哎，怎么样？你别送啊。各位，到最后怎么样？一场空嘛。那人生谁不是一场空？谁不是一场空？谁不是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走？所以你留下的到底是财产还是业障？你留下的到底是遗产还是因果？来，各位，所以刚讲我的心情怎么样？很开心。哪天我走的时候，各位，我不会带着满满的私心。来，有时候我这样讲好了，来，什么叫因果业障？来，有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巧取豪夺？黑心食品、黑心商人、黑心手段，各位，然后无良奸商，有没有？各位，法院判你赔人家6000多万，你不赔没有关系，人家缴的首付你要还人家吧？各位，人家缴的首付你要还人家，这是人家人家的钱呐。各位，你房子没有给我，你房子没有盖好，至少我缴给你的钱，我的钱你要还给我吧？来，有没有还？没有，这种钱给子孙，子孙会好吗？各位懂我在说什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的因果，我们的巧取豪夺，各位，所以为什么老是很多那种富二代开着名车撞死在路边的？来，各位看到因果了没有？看到因果了吗？
因为你得到财富的手段是不对的。我们这世界多少人在偷斤减两，包括以前的什么海沙屋，有没有？包括那些黑心商人。所以当我们回来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我们敢保证我们的祖先所有获得财富的手段都是清清白白、正正当当吗？是吗？不一定，不一定。来，我再讲一句能量，这样的钱真的给子孙好吗？来，我是子孙，我还不敢要，因为你不知道你拿了之后有多少因果。来，徐师有没有讲错？来，这个世界能量是跑不掉的。来，佛陀讲过一句话啊，台湾之前的领导人也讲过，但是不晓得他是正确引用还是误用了哈，就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佛陀也讲过一句话，连佛陀本身都不能违背因果律。来，佛陀是开悟的大智者，连他本身都不能违背因果律。来，我刚刚讲，我们一辈子，包括我们的祖先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都是清清白白、正正当当吗？各位，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OK， 好，所以刚才徐师在讲我自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自在。好，那刚讲，我为了要完成我自己的心愿，所以我一定要找什么？洪志清律师。好，来完成我的心愿。来，我们鼓掌一下。好，所以回来刚刚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再次带我们走出生命的困境。好了，美萍同学要不要到现场，到前面来一下？来说说话吧，哈，来大家给他鼓掌一下。来，我知道他没什么钱，可以找洪志清律师了，哈。啊，这种没什么钱的哈，也许我们的顾问律师会特别打折或特别服务吧，因为洪律师也非常有爱心，他做很多公益服务包括他在基金会有很多是完全免费的法律咨询。好，来，那美萍他非常有志气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病跟这个苹果的创办人这个贾伯斯一样的病，叫神经内分泌瘤。贾伯斯是长在胰脏，所以贾伯斯一度被误以为是胰脏癌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胰脏癌，他是长在胰脏的神经内分泌瘤。那美萍是长在子宫颈，他的神经内分泌瘤长在子宫颈。那通常神经内分泌瘤跟胰脏癌不太一样真正的胰脏癌通常1年差不多差不多，最多几乎不会超过1年所以它叫做什么？癌王那癌王各位你中了不要难过，因为它不会拖太久，其实是好还坏？各位那可很难说拖个10年8年，那些哀该叫真的比较好吗？如果你注定要离开，注定要承受病痛，那我看还是早一点好所以不一定是不好的。OK， 所以贾伯斯的这个神经内分泌瘤跟一般胰脏癌不一样，所以贾伯斯从发现治疗往生7年多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什么美萍同学学人家又学得不好，第二学人家贾伯斯得到这个病，所以当初其实我也觉得还好啦，贾伯斯都7年多而且这个跟一般的癌症相较起来是至少比胰脏癌是算小朋友啦没那么恶性但是我们的美萍同学要学人家贾伯斯又学得不好短短的多久时间，从开刀治疗做了所有的医学治疗，来多久？到后来肺部满天星。4月，去年4月，去年4月开刀，到今年1月所以12月宣布满，8月9个月。来，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告西医呢？为什么没有人去告西医呢？
那这是笑话，我不是过会各位去告，因为我是西医，好不好意思。学士只是在讲一个很有趣的逻辑。为什么没有人去告西医呢？来，你给我诊断神经内分泌瘤，我也让你开刀了，我也做了所有你建议的化学治疗，还每天从屏东骑摩托车骑到高雄去做化学治疗，回来的时候腿还会软，停红绿灯摩托车还会倒下去。啊，旁边还有见义勇为的年轻人，你怎么没有顺便搭讪他呢？好，是女生呢，女生是吧？还有见义勇为的女生，帮他把摩托车扶起来，从屏东骑机车到高雄。最乖最配合的病人，9个月之后回去检查，肺部全部转移满天星。怎么没有人去告西医呢？那今天如果是一个中医，如果是个另类治疗，家属有没有说去告？有没有？有啊。你有种，你为什么不去告西医？对，来，其实只是一个问号，我没有叫你们去告，你们最好不要去告，因为你也不会赢，你也不会赢。其实是从一个病人的角度来讲，那种失落，对，你给我诊断了，我也让你开刀了，我也受了这么多苦，为什么短短9个月，我不但没有进步，我肺部满天星，怎么办？各位，那个手表没有买到满天星啦，满天星知道哈？那劳力士哈，那个满天星，哈，整个镶钻的，为什么不是那个满天星，是肺部转移到满天星呢？来讲一下你的心情，我们先给他一个爱的鼓励哈。心情很挫败啊，很挫败，然后也跟许但是医生门诊，然后也没有安慰。哦，好啦，但是我先来，各位，你等一下要打我再说哈。面对一个可能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人，我倒觉得你现在展现出来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再给他鼓掌一下。来说，徐氏只是说可能，但是在世心法绝对不是要我们逃避，我们得面对这个可能性。但是心法绝对不是给各位一个虚幻不切实际的期望，人都会死，人都会死，不管健康的还是生病的。我们以前讲过，棺材不一定装病人，棺材装什么？死人。人不一定生病才死，很多人也都是笨死的。OK， 所以面对美萍，当医生宣布他肺部满天星，而以医疗的角度，他可能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我觉得你很了不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开始听到说医学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其实是松的，就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啊，因为觉得跑医院觉得很累，然后他是有钱啊，因为有保险啊，他就跟我忏悔。其实我真的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啊，因为这段时间都靠生病跟保险在过日子。对啊，不然这样子要怎么赚钱？所以我再讲一遍，所以保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第一个，它好的地方是让你生病的时候，不但不需要去赚钱，还有额外可以领到钱。第二个，从潜意识的角度来讲，它也让你放心的生病，它也让你放心的生病。来，各位有利有弊，我得这样讲。好，所以对美萍来讲，她就跟我忏悔，其实我是不是在贪这个保险金呐？好，那你如果真贪这个保险金，麻烦你要死不活就好了。好，不要一直往恶化的方向走。对啊，你真的sayonara呢，那你能领的也不多啦。好，来继续说。对，还自己还花不到。哎，搞不好就是为了自己花不到，要留给只为家人哦。但是我刚讲的留给家人的不只是遗产，还留了什么？因果跟债给他哦。各位，我说的债不是负债，我说的债是因果债哦。来，讲你的心情啊。心情，当然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还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
来，听得到吗？为什么觉得声音后面听得到吗？靠近一点。哦，这样子有听到吗？有。好，来。就是会害怕死亡嘛，但是现在就是顺随内心的冲动，想干嘛就干嘛，反正就快死了，然后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啊，所以就自己在那个就自己乱自拍，然后播影片上传，做自己想玩的事啊，他反正就不知道什么他有多少时间，就顺随冲动去行动。来，再多说一点。好，因为如果他现在的心境是我不确定我还能活多久，啊，也许半年后，也许1年后他就不在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看待人生？对，你觉得你还可以再活30年，跟也许半年后你就不在了，心态一定不一样，心态一定不一样。是啊，就觉得每天睁开眼睛醒来就是赚到一天，然后就会很想要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比如说现在就是还有跟我订绿拿铁，还有跟你订绿拿铁。化疗期间我都打绿拿铁来，我就是绿拿铁救了我的命，因为化疗其实第3次那个癌胚指数就已经在升高，但是我的主治医师他都没有跟我说。你说那个 CEA 一直在上升。对，就是连续后面3次化疗都一直在升高，但是我是后来才看到健保快易通里面看到，就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有点觉得被当白老鼠的感觉。所以你觉得绿拿铁帮你很大？对。我怎么觉得这里有那个插入性广告的嫌疑？没有用。好啊，每次化疗完就没有可以回来。继续插入性广告。我其实无所谓。来，什么绿拿铁是吧？对啊。这好喝吗？好喝啊。怎么样的好喝法呢？就把很多居家必备旅游什么？早餐啊。早餐，怎样？就把很多蔬菜烫一烫，然后打成一杯，就觉得还蛮方便的，因为很懒惰出门，就用这个来替代。在座还有谁喝过吗？你有喝过是吧？难。那你应该调配的要加一点蜂蜜是吧？要加一点蜂蜜。OK。好了，未来人生怎么办？或如果在这个阶段假设徐师问你，那你也在学习赛斯嘛？我真讲句实话假设医学来讲，你只剩半年1年，光是他现在的表情跟现在说话的方式，我都觉得很不容易了。好，所以各位，我先讲一句实话，不管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很虚幻，赛斯是否带你走出生命的困境，至少我看到的是，他让这个同学勇敢的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而且他甚至还能带着笑容，不告诉各位还觉得他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没问题的人。来，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坦然？那个麦克风就一直开着就好，不用开关关的了哈。觉得是学习赛斯让我的心理厚度可以去接受。什么厚度还不是要死？什么厚度？也没用啊。就是听到了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啊，不会那么恐惧。为什么？因为你带我面对死亡。我带你面对死亡？我怎么带你面对死亡？因为你觉得每个人都要死，早死晚死。还有嘞？不知道。是吗？同学说比较活在当下。也有。有没有难过？你要跟先生告别，那几个小孩？1个小孩。儿子多大了？国3。怎么跟他告别？儿子他自己问我说：“妈妈，你后事要怎么办？”我说：“就树葬啊。”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那个？”我就说：“妈妈有保险会留给你。”然后他就说：“那你遗书要写好哦。”然后我说：“你没有一点难过吗？”他说：“我难过还要在你面前表现吗？”那先生怎么说？
那先生就说我还有好几年可以活，他好像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吧。跟他讲完，他有终于看到他的一次痛哭，终于看到他一次痛哭。他没有在我面前掉过一次眼泪过。来，我先讲灵魂的功课哈。有时候灵魂会常常透过这些过程当中，让你觉得该醒过来的人是不是应该要醒过来的？我不知道大家理解许医师在说什么吗？好，灵魂是调皮的，灵魂喜欢用疾病、用生死来让一些本来早就该醒过来的人是否醒过来了。因为对灵魂而言，许医师跟大家讲过，他不在乎肉体的结束，因为他随时可以再投胎。因为我们是来地球怎么样？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对我们的自我来讲，我们认为死亡是结束，但是对灵魂来讲并不是，因为灵魂永远是觉得自己是灵魂永生的，而且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对，所以有没有可能美萍在用她的生病跟死亡来完成她跟先生的缘分，这是让她先生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学习觉醒，学习珍惜，学会不同的看待你们夫妻缘分的角度。来回答许医师这个问题。怎么说？就不要一直开开关关，已经跟你讲好几遍了，你在那边开开关，你到底想怎么样了你？焦虑呀，是啊，在台上会紧张。就生病之后，他对我反而是，就是会比较重视我的感觉。每次要住院还是要出院，他都一定会请假，都一定会。你开始看到他对你的关心跟重视你的感觉。对。因为先生以前是非常自我中心，可以说吗？可以。举几个例子，有一次他的姐妹在娘家，发现他的娘家被装了隐形摄影机，他先生装的。他先生在他的娘家装了隐形摄影机，偷窥他娘家的兄弟姐妹。来，各位，你去外面公厕装就算了，你去外面的地方装，你去我娘家装干什么？你是要我的娘家怎么看我？各位，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去外面偷拍当然也不行了哈，也就算了。你去我娘家里面偷窥我娘家的姐妹的洗澡上厕所是在干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你多他后嘞，我不得癌症，好你吸爆，我怎么泄我心头之愤？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你去开查某嘛后，你让我怎么回娘家？你让我怎么对得起我娘家父母跟姐妹？来，某部分这个男人该不该死？该死！我刚讲外面也就算了，你搞我娘家干什么？我脸往哪里放？再来，这个男人性欲来的时候想要就要，从来不在乎他的感受。从来不在乎他的感受，就把自己的太太当成妓女在挑逗。来搞一下，今天来搞一下吧。对，各位，为什么他的肿瘤长在子宫颈？那种羞辱感，你把我当什么？你每天就让我觉得我是个妓女。各位，先生有在乎他的感觉吗？有在乎他的感觉吗？可是他就这样子忍耐下来了，就这样忍耐下来了。来，癌症是不是忍出来的？是不是？是忍出来的。来，我就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你的伴侣在你自己的娘家装了偷窥，如
如果你的先生让你觉得你每天就像个妓女一样，提供性服务，你什么心情？各位，我们的美萍同学忍下来了，忍下来了，怎么会不生病？你说可以讲的，我有问过，来继续说。我哪知道你要讲这一段？好啦，啊，治疗不就是？来，我给我们赛斯家属鼓掌一下。反正最来，各位难堪的，许医师也是在开刀，懂我意思吗？最难堪的都能浮上台面了。如果我不这样子，我怎么把他救回来？我怎么把他救回来？来，有时候就是把我们内心最难堪的面对，才能超越。各位，好，就像在清伤口一样。好，那幸好我们赛斯家族都是抱着爱跟包容跟接纳。对，反正你也要挂了嘛。好了，为自己勇敢一次。来，怎么说？来，刚学师在讲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感觉？感觉，对啊，那个是我心里最深的伤。那我跟他说，当医生跟我宣布说我已经满天星了，我跟他说，其实来，满天星就是整个肺部完全肿瘤已经转移了，中了枪都是。我跟他说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以为我原谅你了，但是其实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我说这一件事让我觉得在娘家很没有面子，很丢脸。然后甚至有可能就是我的告别式搞不好人家因为不想看到他也不会来参加，让我觉得很挫败，就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失败的。是啊，如果从灵魂的角度来讲，就赶快离开这个失败的人生吧。因为这个剧本写的太难看了，下辈子重写，能不能写好一点？其实是有一个真的快要活不下去的自己，会转移的那么快，会觉得这个过程好辛苦。但是又有一个自己很想要陪儿子去西班牙，因为他说西班牙的人的生活很快乐，他想要去那边就是很快乐的过生活。他觉得在台湾也是过得好辛苦，所以他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朝他的梦想前进，然后去，那他的高中就是去到有西班牙语言的学校，然后他现在就是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委内瑞拉是说西班牙语吗？有说委内瑞拉吗？对啊，从委内瑞拉再去西班牙会不会容易一点？因为南美洲、中南美洲有很多西班牙语系，对，像巴西啦、委内瑞拉啦，对，搞不好现在是很好的机会。因为反正他们的总统被抓走了嘛。是，我没那个概念。那我觉得很骄傲的是，儿子说我学了赛斯心法，不再是那个怂包的妈妈。他觉得我学了赛斯心法，变得很有智慧。对，这是我听到最安慰的一句话。好，徐师最近在讲生命蓝图哈，我早上我略讲一下，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这个生命蓝图，下午工作坊会更深入跟大家来讨论。什么是生命蓝图？生命蓝图就是我们投胎前灵魂的预定的一个旅途跟计划。来，各位，就像你们出国一样，你们是到了机场才决定你要去哪里，还是你决定好要去哪里你才去机场？你会不会到机场然后顺便看，看看今天心情怎么样？这边有飞西班牙，等一下去买一张票。
这边有飞巴西的，这边有飞北京的，这边有飞新加坡的，你是到机场才临时决定你要飞哪里吗？大概不是嘛？你大概都已经先决定好了，甚至那边的饭店都订好了，甚至搞不好那边的旅游点10天11天的旅程通通订好了，你才去机场。来，各位，这就是生命蓝图，懂了没有？那同样，你想象你来投胎前，来定了没有？定了。当男生当女生，投胎到台湾还是投胎到格陵兰因为格陵兰现在可能要变美国的嘛，对，就不用绿卡，不用公民，对，直接变美国人，就不用去申请了为什么不投胎到格陵兰去？所以生命蓝图、灵魂蓝图是你在投胎前你就预设的一个计划，你将投胎在哪里？那你的出生的家庭、你的父母亲、你的性别、你的成长过程，各位，就像你安排出国旅游假设我说10天好了，那人间就假设100年，一样的意思。好，那我再问各位一件事，生命蓝图是事先建构好的，但是可不可以中途变更？对，就算旅行团它都会中途变更行程。来，没错嘛？好像我们去年的是去西班牙，我才从西班牙回来。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圣家堂，对，是西班牙的建筑大师高第的作品，它是全世界最高的天主教堂，盖了快100年还没盖好，盖了快100年还没盖好，因为好像明年是高第的100年的冥诞纪念，那官宣说明年会完工，但明年绝对不会完工，因为我今年才去看过，不会完工OK， 好，刚讲，但是圣家堂它接待的人数是有限的，然后一天最多接待，比如说500人，超过500人他就挡在外面了。所以如果你们的旅行团本来预定要去圣家堂，一定去得了吗？不一定，它会变更行程。同样的，灵魂蓝图会变更行程。来，学士要讲，赛斯就是变更灵魂蓝图的最大的变数。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整个主题都是讲赛斯？因为遇见赛斯改变一生。如果你是50岁才接触的，叫遇见赛斯改变下半生，因为你只剩下半生。好，徐师稍微讲一下灵魂蓝图。如果他的灵魂蓝图，他就是会跟这样的先生结为夫妻。这在灵魂蓝图当中，这件事的发生的几率可能就是8到9成。请问他选的这个灵魂蓝图是要让自己来生病死掉，是要让自己来尴尬，让自己觉得丢脸，永远回不到娘家，让自己甚至在自己的告别式上，他的娘家为了不想看到先生这个无耻的、龌龊的、色情的男人而不来参加他的告别式，还是他选择这个生命蓝图是有内在的意义跟挑战？来，各位，如果许是打这个比喻，我们所有选择生命蓝图的人，生命蓝图你不一定真的看到他的本意，你也不一定真的完成。来，许是昨天上课的时候讲到一件事，如果你本来的生命蓝图是选了一个很穷的家庭，父母亲也没有学问，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文化背景，也不会留遗产给你，你的目的是这一辈子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自己的路。来，目的理想很美满，现实很残酷。好，你按照灵魂蓝图真的来了，一对很穷的父母，没有文化，没有水平，没有财产给你，你真的100%都奋发向上，就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吗？是吗？不一定，你可能有一半的几率会变得怎么样？愤世嫉俗，然后每天在唱别人的性命是空金过报应，阮的性命不值钱。
别人啊若开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念你就出代志。各位，你来投胎之后，你可能因为家里很穷，你装进自强，你成功了。可是有没有可能一半的几率你愤世嫉俗，你变得看谁都不顺眼，你变得甚至很负面？所以灵魂来这个世界最大的挑战就是生命蓝图，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生命蓝图，你其实是误入歧途。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如果我说美萍的生命蓝图就是她就是会遇到这样的先生，这个先生就是会干出让她觉得这么丢脸的事，那请问她的生命蓝图是让自己得癌症死掉，还是其中是可以有变数的？来给许医师鼓掌。你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许医师在解释你们所有人每个人的这一辈子的命盘，许在解你们这一辈子所有的先天跟后天的命运。你了解了这个命盘，你了解了这个生命的命数，你就有办法去改变它，这就是灵魂的生命蓝图。比如说我讲美萍，假设她灵魂蓝图，好，那她过来一点，假设她的灵魂蓝图就是会遇到这个先生，这先生就是会干这些蠢事，他是危机，他有可能3个月后他真的会死掉，但是那是唯一的可能性吗？灵魂给我们生命蓝图是要让我们来挑战，是要让我们来突破的。你掉在水里，要么就是学会游泳，要么就是溺死，这就是生命蓝图，懂了没有？所以你们现在都在你们的生命蓝图中，你了解你的生命蓝图了吗？你了解了吗？你了解你的生命蓝图要带给你的是什么了吗？来，各位现在知道今天的主题许是要干嘛了没有？因为认识赛斯，你开始解你的命盘，解你一生的命运。最后在这个一生的命运当中，你了解到了你的生命蓝图是要干什么的，你的灵魂蓝图的目的是什么。至于你掉到水里是学会游泳还是溺死，对不起，这就是你怎么去打开你的智慧的。各位，比如说你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来，这是灵魂蓝图。各位不要怨天尤人，的确是你灵魂决定的。那你就要问你的灵魂，让你掉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仇恨男人吗？让你痛恨你的父母吗？还是最后让你的父母觉悟了？后我要紧重男轻女，我到尾就给你低无肥肥对狗。低无肥肥对狗什么意思？你知道不？你的哥哥弟弟就是走不出他的生命，父母再怎么用钱去砸，多少的溺爱，多少的财产留给他都没有用，结果女儿在没有资源，没有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重视之下，最后走出自己的路。恭喜各位挑战成功。可是你可不可能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因为这样自卑，然后来跟许医师看诊说，从小爸妈重男轻女，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当我先生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跟他离婚，因为我家里重男轻女，我觉得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当我要买房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哥哥弟弟，每人一栋房子，外加现金2000万，女儿就拿个20万或200万。你可能陷入忧郁，你可能陷入愤怒，可是你忘记了这是什么？灵魂蓝图。因为你就是来投胎证明什么？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无肥肥对狗。哥哥弟弟拿了你们所有的钱，今天依然没有成就。我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下长大，会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学习，走出自己的一片天。最后我还有一个最完美的甜蜜的报复，就当父母亲钱都给了儿子，最后没有儿子跟媳妇要养他，是女儿每天一个便当，让你吃不死，但是也吃不饱。最甜蜜的报复。我开玩笑的啦。这样明白了吗？来，各位，你们找到你们生命蓝图了没有？
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你就这一辈子不平衡，你就等着死吧。就像美萍的例子一样，这是你的生命蓝图。那这个生命蓝图是预设你半年后要死吗？对，不一定的。来说话，不要一直开关关，你不要一直玩那个麦克风。对，我们家小时候很贫穷，然后对，小时候很贫穷，妈妈真的就是很重男轻女。是，然后爸爸车祸来选得好 ，good choice， 选得好。对。然后爸爸车祸往生，然后妈妈把房子都过户给哥哥。是。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们全部都傻傻的放弃继承。是。但是爸爸车祸之后，就是变成我那时候还没有嫁人，就承担起照顾妈妈的责任。那我就是为了要逃避照顾妈妈，所以才逃到婚姻里面。然后没想到是跳入更大的坑里面。你的一生都是一个挑战。对，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挑战，我可能也不会来学习成长。这是他们让我来学习成长的。来，我不晓得接下来美萍的命运会怎么走，我只能告诉各位，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华人文化里面的这个一部非常这个伟大的经典叫《易经》。好，《易经》就是充满变化，《易经》就是在讲可能实相。至于遇到赛斯之后，你能不能了悟你的命运，了悟你的灵魂蓝图？来，灵魂蓝图让你掉在水里，它的目的是要让你学会游泳。可是当然你有可能是溺死，可是那是你给自己的挑战。就像你出生在一个贫困重男轻女的家庭，你不一定是让自己走出一条路，你可能是掉入逃避，掉入自卑，甚至掉入一种失败。来，各位明白许医师的比喻，这时候就看你有没有遇见赛斯了，好不好？好，我们谢谢美萍好了，那个明慧到前面来，明慧不是你吗？好，来，我们先给明慧鼓掌一下哈。好，昨天开主任会议哈，那明慧正式的来成为赛斯村的副主任。当然一个正式的interview 的过程啦，或试用的过程，当然是会走完那些流程啦哈。来，所以明慧来跟大家说你是谁然后成为赛斯村的副主任这个过程或心得来。大家好，我姓周日月明智慧的慧。那赛斯村我大概三四年前，他是从当志工开始的。来，各位，我常跟大家讲这个戏棚下站久了主角一定会是你。如果你们想当工作人员，你就是先从当志工开始，做到让工作人员坐立不安。因为你当志工，你做的比他多，做的比他好，你又没有领薪水，最后他的位置就会是你的位置。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这样知道怎么得到工作了没有？先从什么当志工开始，你做的比他多，做的比他好，你又不用拿薪水，所以他的位置就会是你的。这样知道怎么找工作了哈？好，来。那时候就是有去参加过赛斯大典，然后今年呢因为我老婆过世。没事，想哭就哭。那是去年老婆过世嘛，而且是在那个凤林树葬的。原本是选择我们赛斯村原本有规划一个生命园区。我们现在还在规划，我刚才跟罗娜讨论过，我们现在还在正在规划。那这个就是要等政府通过才可以。对。那所以说就先决定在那个乡公所镇公所的树葬区那是在今年的6月中去年的6月中，然后大概参加过去年的赛斯大典后，那我11月份又去当志工，12月份也去，
大概1个月。所以我在想，也许大概志20天工之旅也是他的疗伤之旅啦。对对对。想说留在赛斯村，也陪在太太的身边。对对。也陪在太太的身边。啊，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人了解他的，但是应该是一个蛮深情的男人的。啊，因为有些男人太太往生之后，应该就会很开心。啊，对啊，是很开心，没有错。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哈，他还会想要在这个凤林守着太太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自己的疗伤之旅啦。对对对，那可能在那边表现对工作人员有压力吧？没有，刚刚是我开玩笑，完全都没有。所以说我这次回来台南的时候，很自然的那2条步道，他们园艺组的就完成了。大概就这样子。来多讲一下这个，好像也是太太生病才接触赛斯心法。不是，我大概在将近20年前吧，因为我工作转换跑道，那后来这个转换也蛮大的啦，因为我原本是做家居出口，家居出口美国的工厂的厂长。那因为公司要去大陆设厂，然后老婆没有放我去，所以说就留在台湾的时候就，老婆怕你去养小三。对。那后来就转换跑道，那我就学习比较对自然疗法比较简单又比较方便学习的一个芳香疗法，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也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在车上听到老师的播放法案 CD， 然后觉得说这些理念跟自己原本所想的是一个很符合的一个理念而且没有受到限制。那后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听 CD， 然后听公益讲座。那在几年前才开始听有声书 APP， 那听有声书 APP 的时候这个能量的转换又更大因为老婆她比较容易去面对她所有的一些事情。那在往生的过程当中呢她也比较自在因为虽然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就是一个转机那记得3年前2022或2024 2021那时候我们有参加徐医师在赛斯村的一个工作坊那也很奇怪那我那一次我车子在枋寮故障但是还是可以开。屏东枋寮故障。那我就沿路开到太麻里高雄太麻里那时候是发电机坏掉嘛那现在的车子它一定要用到电跟以前传统机械式的比较不一样。那坏掉就坏掉了，因为我是想说开到台东假如说可以开到台东是比较近要维修比较方便，然后在台东就住了1晚那隔天是怎样去到赛斯村的？是我们2个骑摩托车从太麻里骑到凤林，从台东骑到在台东市嘛就从台东骑到花莲，骑3个小时哇，骑3个小时。因为那一次是刚好我老婆她已经做完化疗的做完化疗一个疗程。太太是乳癌？不是，是直肠癌。直肠癌。那直肠癌他就觉得他那时候身体 OK 然后去赛斯村参加工作坊回来之后我们是一路从花莲骑到台东，是他自己载我这样子。他载你？对。他大肠癌骑花莲到台东载你。他那时候也是有时候是可能不敢去面对那个化疗之后的结果那原本是那时候是8月底嘛，8月底要回诊去看报告，那时候拖到10月份才去因为有时候你做完化疗可能还没有完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结果10月初去检查之后一切都一切都好的。一切都好了然后他12月份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人工血管就拿掉
那医生护士也是觉得听起来都很好啊。对啊，都很好啊。那后来是怎么样？那后来可能也是自己某部分的一些设定吧。他的人生他设定在活到50岁就好。他已经活到55岁了。超标了。超标了啊。但是本身他自己的人生设定是这样。那有时候是可能自己某些一些观念或是一些旧的约束然后束缚住他，他不想再用这个肉体或是再去脱离这个世间吧，然后再来投胎。好，那我们就先谢谢明慧哈。好，那对明慧印象比较熟悉的是，好像上个月还是上上月去赛斯村，那就开热水洗澡，怎么越洗越冷？那个打电话给道安主任，他说没有热水，快冷死了。后来不久，明慧就出现了因为他们工作人员打扫完房间之后，顺便把瓦斯关掉。因为他们厨房的习惯好像厨房 SOP 就是这个厨房打扫完，顺便瓦斯关掉，就去打扫完许医师的房间，顺便就把瓦斯关掉，越洗越冷所以明慧就是这个英雄救美有没有？许医师在那边风中蟾蜍一样的战斗对，他就来救我，那对明慧印象很深刻还有我们现在在鲁博馆有一条小路步径，可以直接走到赛斯讲堂那非常的方便，因为最早我在跟这个徐贝贝，就是当初卖我们翠林的那个徐贝贝的时候，他就带我走那条小路从那个就是你们现在开辟出那条路那我们接下来后面最大圈鲁博馆往上到竹林我们还要再开辟个大路那从后面的产业道路下来那大路我们可能会每隔一个地方做一个亭子或一个玻璃屋或一个货柜屋，不知道比如说可能你往上走10分钟，第一关就是感觉基调，你要在那里做20分钟的感觉基调做完之后你要再爬山涉水到第二关，第二关可能就是要你练习心理时间，然后再走会到第3关，第3关可能就是内在感官的打开，内在振动性触觉然后我们可能会设比如说5到6关，那你可能要花3个小时走完那趟山路，顺便做这个修炼。那每天早晚3个小时修炼，各位100天之后你就开悟解脱了。这样明慧知道徐医师那个概念在最大那一圈，我们往山上走最大一圈每隔几百公尺我们就会有一个修炼，就是少林十八当人等你打完一圈下来，你就修炼好少林神功了所以未来我们的工作坊将来会慢慢配合这些修炼那徐医师会带大家走或是你们每个人自己预计一趟3个小时，早上9点到12点修炼，下午2点到5点或每天1趟或每天2趟都可以。各位修炼下来，你就打通任督二脉既走山路，既跟山林合而为一。那每一关你又要做练习做静心，那就是我们的实际的修炼场，所以徐医师昨天把这个东西整个蓝图，那包含我们在凤林我们有一块农地，将来要做那个殡葬设施的嘛，那我们现在正在申请那也许我们那一块看能不能捐一半出来给政府那我们做永久管理员来做我们的树葬园区我刚有跟罗娜讲看怎么去操作就我们在那边有一块农地，好像多少6、7分是吧6、7分农地，我们可以捐一半给政府然后来做树葬园区，另外一半做殡葬设施，然后那个一半我们就可以来做树葬那因为全台湾现在没有私人的树葬场合，它只有公家的，所以我们借由捐给政府，但我们做永久管理员就可以来操作这一块
就可以来操作这一块。好，所以未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来做更多的一个服务。好，来，那再来讲2个笑话哈，2个笑话啊。昨天终于开车从捷运站接我嘛，那昨天就在屏东夜市啊，那终于就问我说徐医师不知道带你去吃什么，我就说那看你你自己来吃你会吃什么你就带我去你自己来吃会吃什么的。他就说徐医师，不然我们吃碗粿好不好？就夜市不是有一家碗粿吗？很有名的那个碗粿，就坐下来吃碗，就上了一个碗粿，然后就免费送一碗米寿汤嘛。我看了那个碗粿，这看起来怕。虽然我在减肥，但是这个碗粿也太……那碗粿就碗粿吧。那碗粿其实也做得很道地。就是跟那个客家那个吃一次旁边就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太太就看着我，你很熟我在吃碗粿，在喝米寿汤，你很熟然后他先生就转头看了我一眼。他现在就说那个就是你在电视你在那个 YouTube 看的那个他才说哪个他现在还先认出来所以你不要说先生都不在意太太在看什么，先生都在默默的留意，先生都在默默的在旁边学习，就那个太太还在那边哪一个你说哪一个？他说那个讲身心灵的那个老师他还说结果我的粉丝没有先认出来，我的粉丝的先生先认出来。他们住在屏东的内埔，好像说骑了那个来这边专门吃碗粿。对，好，然后就很有趣嘛。那个太太说你是徐医师你变瘦了。真的吗？真的这样，好开心对。然后后来那个卖碗粿的就说你就是那个许天正医师。我说对说那可以跟你合照吗？就做爱就碗粿就不卖了，就跑来旁边跟我合照然后合照我说口罩拿下来不礼貌，口罩拿下来就跟我合照，很开心。对，是然后我就说那万一半夜肚子饿，我可以再包一个肉粽吗？没有，有付钱我发现你们这边料很实在一颗70块新台币，而且南部粽是那种包好再去水煮过的，所以它比较 Q， 有没有？冷冷的吃也很好吃那一种。我看它那个很大颗而且就18个有没有？那料也很实在。那家叫什么肉粽？上好肉粽是？他说今天要来听公益讲座，怎么没有来？他骗我你说要来听公益讲座。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来，不过刚讲明慧他真的就是刚讲陪伴太太走过这些过程了所以我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太太的一部分生命蓝图也是用她的生病把明慧带进身心灵的学习。来鼓掌一下。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不能说太太的往生是失败的。我不知道大家理解许是在说什么吗？灵魂的智慧不是我们的头脑跟大脑能够体会的。也许太太的得直肠癌这件事，就是要把明慧从世俗当中的奋斗竞争带回到疗愈这条路，再从疗愈这条路进入赛斯心法的过程。所以当太太往生的过程当中，她接触赛斯心法，那想要陪着太太的一个潜意识离太太越近越好的一个地方当志工，当然就是赛斯村。所以未来如果在赛斯村附近树葬的可能先生太太小孩都要在那边留半年是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成为我们的
工作人员的。所以徐师刚讲，也许这就是太太的生命蓝图，也许太太这一辈子是来报恩的。她知道没有经过这个过程，自己的生病、自己的往生，没有办法把明慧带向那条道路。各位，其背后也许也是来报恩的，是来报恩的。好，徐师再回到生命蓝图。好，我们来到地球，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生命蓝图。我刚刚讲，你可能出生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环境，你可能出生在一个对你看起来好像很不利的环境，你可能出生在一个也许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你可能出生在一个你觉得为什么你要被你的父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对，或比如说像许医师一样，明明我们家4个兄弟姐妹我明明都已经选了最小的那一个了，老幺嘛，就我哥哥竟然还跑去出家当和尚。来，各位从生命蓝图来看，请问这是不是我生命蓝图的一部分？那生命蓝图是要我怨天尤人，还是要我奋发向上？各位，是啊，你可以把生命当作挑战，你也可以认输，你也可以一蹶不振，你也可以逃避到酒精去。可是请问，这是你的生命蓝图原来的本意吗？这是你的灵魂蓝图原来的本意吗？来，就像徐师举个例子，10年前你被老板开除了，假设了哈，不管任何原因，假设我说这也是一种灵魂的生命蓝图，请问你被开除之后是开始怨恨老板的不公平，老板的现实，还是灵魂的本意是要让你借由这个不公平而怎么样走出一条新的路，然后有一天成为你老板最大的竞争对手，有一天并吞你老板的公司。不要恶意并吞，我们善意并吞好了。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但是生命蓝图不预设你一定是往正向的方向走，因为可能你一念之间，我刚讲了，你变得酗酒，你变得自暴自弃，你变得从此一蹶不振。可是其背后这个困境其实也暗含着什么？我刚讲，你开始怎么样发愤图强，你开始觉得好，你会这样对我，有一天我会过得更快乐，走出自己一条路，过得更成功，来让你知道你当年开除我是多么正确的决定啊！因为的确我就应该被你开除，因为没有被你开除，我还不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还不会开创出我现在的事业。这样知道徐师在说什么吗？好，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灵魂角度，用这个生命蓝图，用这个灵魂出生前的计划来看你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各位各位有没有看到光明跟希望？如果你用徐师今天告诉各位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们今天，你今天所有你的一切，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蓝图？你有没有开始看到光明跟希望？那所有我们过去受的苦也好，我们过去的委屈难过，在灵魂蓝图的计划当中，它到底暗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出路呢？各位来，比如说徐师刚才提到我哥哥不是出家当和尚了吗？他出家当和尚的时机是在我们家来，我刚才已经讲我们家已经很穷了，
父母亲已经很没有文化水平了，家里已经是社会弱势中的弱势了，而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长子，就这样去出家当和尚。各位懂那个比喻吗？就当年我爸爸后来就是腰椎就生病了，好，奋斗了一辈子，结果长子跑掉了。各位，好，我们家也可以一蹶不振，我爸爸也可以陷入痛苦，可是后来徐师开始走上赛斯心法。我证明了一件事，走赛斯心法可以结合了世间法跟结合了修行。你可以去推广赛斯心法，你可以对众生产生伟大的贡献，你也可以把自己跟家庭照顾得很好。谁说出家才是唯一的路？来，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就是生命蓝图。所有你这一辈子带给你痛苦的，都是生命蓝图要带给你智慧的一部分。但是你可能看到的是那种痛苦，看到的是那个不公平，你不知道它其实蕴含着什么要你去突破的动力，它蕴含着里面的我对易经没有那么熟了但是蕴含着什么生门。对，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梅平同学是一样，医学做了所有医学该做的能做的，最后他在这过程当中既花了钱又受了苦。每次从高雄骑机车回屏东的时候，刚打完化疗，结果换回来的代价是什么？9个月之后肺部全部转移。只是开个玩笑，怎么没有人去告西医呢？但我还是说不要告了，你也不会赢了。对，可是它就是灵魂的挑战。来，各位，就像你们今天每个人你们的人生一样。好，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赛斯心法如何带我们走出生命的困境？因为它是挑战的一部分，它一定蕴含着要你成功，要你找回自信，找回光明。好，尤其现在国内外的局势变动很大，各位，就算你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都可能在家里睡到一半，被拖走。各位，人家说你是罪犯、贩毒也就算了，还把你太太一起拖走。你太太是罪犯吗？是吗？就最后连借口都不找了。美国要我委内瑞拉的什么？石油。各位，为了抢你们国家的石油进去把你们家总统抓走。你们家总统做得好跟不好是一回事。我相信每个地方的总统被抓走，都有一部分的人民会上街庆祝的，那很正常啊。可是美国是为了委内瑞拉的人民吗？为了什么？石油。是啊。好，所以这个世界在一个很大的变化当中。那我还是要讲，我很庆幸我学了赛斯心法，我很庆幸它给了我智慧、力量跟勇气，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我希望各位在今天的2026，我们未来好好的学习跟成长。那我们也对美萍希望给她很大的祝福。那明慧，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赛斯村，可以让赛斯村更上一层楼，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许医师，非常精彩的一个公益讲座那下午接着我们就是有一个延伸工作坊，所以呢，刚许医师有提到下午的工作坊会提到一个更深入的我们的生命蓝图这个部分。那个欢迎现场报名好吗？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我们的5点的时候会有我们的一个感恩餐会。那刚刚我还没有讲完嘛，对不对？我拿上来给大家看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玩这个我们的那个祈愿卡。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我每年现在写的每一年都是完成的，包括我说我那个考上的国立屏东科技大学，这个都有在我的祈愿卡里面那这个呢，我们的邀请就是我请我们那个主任帮我们那个画这一个，
都是亲手，每一个都是亲手这样子制作的，然后从那个什么万马奔腾到变飞马，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欢迎大家，我们就是呢下午呢继续跟着那个许医师一起的学习。我们非常难得把许医师请下来南部，对不对？我们这么热情，我们就不要让许医师这样子就是可以也很热情的这样子把他怎样，把我们屏东的热情带回到台北去，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公益讲座就要到这边结束哦，谢谢大家。那我们欢迎你到楼下去做什么？啊，对 ，sorry， 我再讲一个那个我们现在 app 因为刚刚要讲又忘了。来，我们现在呢 app 有声书很方便，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什么那个你们如果那个想要就是我们呢在学习上可以更扎实，我会鼓励大家就是 app 要带回家好吗？那现在我们是买2送1，所谓的买2送1就是你买2个月，然后呢就是送1个月的冥想。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会建议真的是要这样读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呢在外面你听 YouTube 也好，网络所有的这一些许医师的公益讲座，可是你会东抓一个西抓一个，它其实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声书，它整本书是那个许医师是从头到尾然后每一字每一句这样子念，然后带着我们怎样去看见去学习。所以呢欢迎大家就是到楼下那我们工作人员会帮你们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好吗？好，那今天呢就到这边谢谢大家。